说客厅是一个难整理的地方，一点都不为过，因为它是摆放了全家人的东西，但却没有人可以做主帮忙收拾。今天我收到一个小家庭的来信，他们客厅长什么样子呢？又遇到什么难题？就让我帮你们加减乘除，烦恼尽除。我是一名私招车司机，我们一家住在这里已经21年了。这些年来，大家都各忙各的，就算住在一起也很少见面。希望趁这一次的机会，可以把忙碌的家人都聚在一起，齐心协力把家打理好。Hello， 你好。你好，哎，是康华吗？你好，对对对，哇，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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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啊，你好，你好李莲，你好，你好，李雪儿，哦，你好，你好，哈，那我看一看你家哈。哇，我第一眼看到这个太可怕了，这些是什么？哈？这些是灰尘啊！这家呢？来过来，爸爸。很可怕嘞，那个灰尘是吓死人的，到处都是灰尘。妈妈没有打扫的啊，没有，为什么不要打扫？没有空。因为他在市区做工，然后然后我是私招车司机，所以我平常我有空我都会自己收拾。有时家里也没有人帮忙嘛，女儿、儿子又没有空，他们给一大堆理由哎，但我觉得呢，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嫌麻烦，这些都是借口来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进来的时候，我嗅到一股味道呢，一股邪气哦，懂什么邪气吗？不是妖魔鬼怪的邪气哦，你们懂哦。来，就是这一堆，来。你们这个家里面总共住了多少个人4个人。啊？4个基本上如果一个人呢有1双腿的话呢，顶多是4双到5双鞋子嘛，对不对？对呀。爸爸，你这边这样一眼看过去，有多少双是你的？2双是我。对吗？顶多这边1双，可能再多1双拖鞋嘛，对不对？然后你不是那个罪魁祸首，来，你走开。我问女儿，那你呢？我这边有多少双鞋子是你的？很多个。所以你是比较多还是妈妈比较多？一样多。一样多啊，所以你们2个前世是蜈蚣啊。为什么需要买那么多鞋子？你看那边也是一堆鞋子，那边是谁的？我哥哥的，还有解释一下我爸爸。，解释一下为什么需要买那么多鞋子呢？我就是很想买，我一看到我就想买。说你是很喜欢鞋子的，对不对？喜欢，可是我买了，我不是说未必一定一直穿的。然后有时候穿了脚痛，然后我就放着。这就浪费了吗？而且通常喜欢买鞋子的人，通常很会保护鞋子跟收鞋子。你看你们这对鞋子像那种卖二手货店在路边卖那种哎，而且我发现你们的鞋架都已经要爆炸了。确定所有鞋子只在这边吗？还有其他地方有吗？在后面的鞋柜。没有那个什么？那个要丢的。那丢的还放在后面家里做什么？为什么不要丢掉？忘记丢。我看了哦，我去那么多家哦，你们这家是 No.1 哎，鞋子最多的嘞。冰箱为什么摆在这门口这边？这个冰箱原本是我太太前同事她的母亲的家的，后来因为他们要搬家，我们就把她的冰箱给搬过来我们家。所以你们本来是有一个比较小的冰箱。对，是在那个位置的。哦，所以这个冰箱因为跟那边的位置不搭，对所以把它摆在外面。对哦，是这个原因。那请问后面那个电视机是坏了吗？好的。如果要看电视，你要挤在哪个角落看呢？这个电视机放在这边是没有看的，只是放在这边是囤住而已。有人要我们就给他了，如果我们没有人要，我们就放在这边而已嘛。哦，所以你们是打算送给别人的。啊。然后桌面上很多那些，这边全部是我的东西来的。我可以看得出是从来没有去碰过。你看那个灰尘是多到吓人的。因为基本上在这个位置啊，这边是没有人要来这边走过的。谁会来那边走那么多垃圾在那边呢？如果清理的话，那个角落整个角落还是可以用到的，现在完全浪费掉了。原本以前这个地方是我们吃饭的地方来的，可是因为吃饭的地方变成看不到电视机，所以我就把吃饭桌搬过去那边。请问你家里哪里有吃饭桌？那个比较小一点的。coffee table。所以你们是蹲在地上吃？没有，坐在那个 cushion 吃。不行啦，为什么你们要这样子做？我不明白嘞。为什么不要买一张比较正式的饭桌呢？都没有位放，你看人有位放。是有位置，是你们摆了很多没有用的东西。如果在那边吃，我又看不到电视。那电视可以想办法移一移的吗？我要移去哪？移去前面还是移去？那是我的问题啊！现在哇，那什么问题这样子？其实这边刚刚好，这边。为什么呢？
eye level，我看得到。所以我就坐这边比较舒服，我坐这边。所以这里你工作、吃饭、做什么东西都在这里。对，你看还可以插我的手机，还有在这边有很多零食可以吃，还有风扇对准我吹。哎呦，我真的看到你这些灰尘，我真的是受不了哎！我刚才进来到现在，我眼睛是有点不舒服。你们可以习惯，你们真的是习惯了，我看你们习惯，啊，习惯了。你觉得这样是喜欢这样的生活的？习惯成自然。你们想想那种灰尘哦，跟饭一起配着吃，你们 OK 啊？我都看不到灰尘在飞啊，还好啊。哇，这个我挺好，这句话我没有话讲。看不到灰尘，你不觉得眼睛很辛苦？我们全部工作人员进来咳嗽，眼睛都不舒服，真的是很多灰尘，而且风一吹哦，那灰尘真是很可怕的灰尘。你们 OK 啊？我看不到，大概就看不到。真的没有灰尘吗？我觉得我一进去看到最多的就是灰尘了。OK， 还有啊，我也很想问一下那边了，好好的介绍一下给观众知道这一堆里面有什么东西。有一些是我的车的坐垫，有些是我的车的刷布。这些包包跟车有什么关系？然后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有裤子、衣服呢？不要跟我讲这些。要丢的，要丢的。等一下，要选一个日子才丢嘛。哇 ，OK， 选什么日？什么吉日是你对在丢东西的时候？因为看看到时候你不要的才一起丢嘛，不要等下一个一个丢嘛。今天就选了吉日，叫我们来帮你丢是吗？对了，找到就是这样吉。日是吗？哇，对很就是这样厉害哦。而且我也很好奇哦，你们搬了这个家多少年了21年了。 ？21年，我胆敢说这个窗帘布是不是21年没有洗过？有洗3过次， 3次，谁洗？我洗，我是看得很肮脏，很多灰尘。太太就每次讲说鼻子有敏感，所以我再跟她洗一次。你鼻子有敏感，你把整个家弄了这么多灰尘，而且你只洗这个窗帘布，其他地方这么多灰尘，为什么不要打理一下？不止我，是他们全部都有啊，。你们就是那种推来推去推，全家人推卸责任就对了。这个是鱼缸是吗？养青蛙的，这个是我小女儿的，青蛙去了哪里？死掉了，它养什么就死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它死吗？肮脏。对呀、我看你还是不要害动物比较好。什么东西放在那边不到1-2个月，它就say 拜拜了，真的不要。所以这个鱼缸可以丢掉的。 OK，会丢。一起丢到时候。哇，如果真的要丢哈，你家里太多东西丢了，一次过丢到人是空到完的，太多东西要丢了。我这样看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留的嘛？请问哈，为什么后面这么多个头盔？没办法，因为我驾电单车我已经驾了很多年了，还可以用的还是已经坏了？还可以用的，只是这里是坏而已。这里有战功的，这里什么战功？我摔过电单车。所以有一个很了不起的，因为先摔过头，然后呢，结果它保护了你，对吧？对，它保护我的头。 OK，这个有战绩的这个头盔呢，留着我觉得 OK 有意思。那你总共还有几个？哇，还有多2粒，那2个收在哪里？收在我的 store room 里面。其实康华已经把他的电单车已经卖掉了，但是还收集那么多的头盔，我现在很好奇，他除了面还有什么东西了？那请问这些是毒药吗？这药水你还记得什么东西？这是我的什么来的？我拿来洗化妆那个 brush。这个什么来的？倒在那我个知道打火机里面的。完全不同的东西摆在这边，请问这关于什么药？我看外面写什么。这个好像是我以前那个洗耳朵用的。是，你把这些全部没有关系的东西摆在一起了，而且这个是洗耳朵，都是要让自己耳朵干净。你还摆在那么多灰尘的地方，你看那个灰尘，你看那个灰尘，你们什么东西都丢在里面。你看，吃的也有啊，用的也有啊。你确定你找得到你的东西吗？可以，这边乱中有序。哇，你还敢讲乱中有序哈？是我拿什么东西出来，你就讲得出是什么东西吗？好，我先不要拿出来，请问这一袋是什么？可能放太久了，这个。有理由啊！来，再给你多一点暗示啊！什么？5、4。这个应该是那个 intercom 的东西来的，这个。这个算你对啊。那请问这一袋呢？什么？应该是我的 intercom 的它的 accessories 来的。确定？确定哇，好像很骄傲这样，真的是。这一堆是跟耳机有关系。这个没有，这是车的什么东西？你说。车的alarm。哇，你看这些 DVD 一大堆灰尘的，出来做什么？没办法，这些孩子小时候用的，现在他们长大了，没有人要用，所以我暂时先放在这边哦。就不要就丢掉嘛。哇，还有你看这些键盘，哇，
为什么需要那么多？没有键盘还可以用的，其实有些是没有放电池在里面还可以用的。哇，说到电池啊，那这包什么？这个电池还有的吗？这个电池过期了，那你留着做什么？你看你女儿跟老婆都笑了，真的是无聊，出来做什么很浪费的，这样丢掉。而且这个很 explosive 啊，这个。 ？OK 了，来，这个家严格来讲啊，其实不难打理，但是真的是尘埃很多嘞，加减尘，我要帮你们出。所以我们才来找你们帮忙嘛。我知道，所以你选的这个吉日嘛，好，找了你的这个贵人来帮你哈。OK 了，我尽量帮你们了，你们要帮我 OK， 加油，加油，加油！今天这一家呢，不是我遇到最乱的一家，但是他们一堆理由让我招架不住，所以今天我要请2位专家来帮我加减乘除。我是林凯恩。收纳除了学会取舍，更重要的是学会控制购买欲。我是 Rayson， 身为一名设计师，我在照顾顾客需求的同时，也必须兼顾设计的美感和实用性。找，来随便看看啊，仔细看看啦。知道为什么戴口罩吗？知道。因为你的家有多可怕啊！来，感受，第一个感受。我一进来就看到说这间家很多鞋子，然后杂物很多，真的很多，然后就感觉很不舒服。听到没有？不舒服啊！哎呀，你呢？至于我进来的时候，这个空间是蛮大的，只是说在设计上方这边的死角蛮多的，所以会有一定的挑战性。没事，你在看什么？哦，我在看它这现有的这个餐桌，还有一个茶几，其实它蛮复古的，我觉得我还蛮喜欢它的原有的设计，我想融入到我的新的概念。真的啊？所以你要保留这2张桌子啊？对也很好嘞。因为都是我觉得家里面很多家具啊，其实还好好的丢掉很浪费，对不对？对。然后重新有生命，然后改造一下的话呢，就很漂亮了。很期待。你懂他们前世是什么吗？什么？蜈蚣。然后需要那么多鞋子的，真的是蜈蚣来的嘞。怎么收纳我真的不懂了。OK， 来。我们这里有4个箱子嘛，我们就会请爸爸妈妈、女儿各自把自己的鞋子放进箱子里面，然后也请爸爸把儿子的鞋子放进箱里面，就很明显会看到说谁的鞋子最多。我现在看妈妈多还是女儿多来。我从这边这样看他们，我可以看出女儿跟爸爸比较整齐耶，那妈妈乱丢了嘞。哪里有乱丢？哪里？你看你跟女儿比起来，女儿是2双慢慢摆好了。OK， 很明显的冠军就是女儿，很多鞋子堆积如山哦。然后第2就是妈妈，当然最后就是爸爸了哈。哎，儿子的鞋子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儿子的鞋子我们就等儿子回来自己处理，因为我们不丢别人的东西。爸爸，其实你摆鞋子的方法还蛮整齐的。因为我是有洁癖的人呢，我是有洁癖的人呢，我是有洁癖的人呢。你这样讲，你不怕颠打雷劈啊？洁癖啊，洁癖。你要想成那个，我一个人洁癖，可是有3个人弄肮脏，我怎么样弄干净？都是孩子他们跟老婆弄脏了，真的吗？客厅也是有，是女儿。他的摩托全部这么多东西，可是那些东西全部是隔在里面，好好，没有顶到人家，也是没有什么问题嘛。大堆理由的啊，算了，来，凯恩，先从爸爸开始。现在我们要怎么处理这一堆有用还是没有用的鞋子？把你的鞋子分成3种类型，你1年以上没有穿，不喜欢跟不舒服的。然后第2箱就是你日常有在用的鞋子，然后第3箱就是你偶尔会出席一些特别的活动或者场合会穿的鞋子。所以这2双就是几乎每天穿跟1个月内常穿的。对，就这么2双而已。原来，原来哈，那我不可以讲说这些是1年以上没有穿跟不常穿的？有啊，其实有一些鞋，好像这双跟那双有什么不同？凯恩拿出来，下面那双有差别吗？只是颜色有点不一样而已吗？这双什么特别？这双我买到的是比较超便宜的，
是因为便宜。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忘记我们原本有什么，我们就会买同样的回来。对然后很多时候就是价钱，我们看到便宜，我们觉得没有买就走宝，但是我们忘记打折过后，你其实还是需要掏腰包付钱。对呀、可是现在那边有很便宜啊，又不买又很走宝这样。这双就把它摆在那边好了。OK， 所以这边整箱都是那些1年以上不穿、少穿的。可能半年以上才穿一次。好像这双啊，刚刚开那边我才知道有哎，他完全忘记这双鞋子。我忘记有这双存在。然后还有这里，哦，还有哎，这个我不用看了，这个应该是女儿的，对吗？这个喂这双是我的，哇，还有一场隐藏在里面，讲假假哈。我还不懂，还有一双在里面。这双啊，我骑电单车穿的，所以你现在都没有骑了吗？对吗？电单车已经卖掉了。所以我觉得这双应该捐给人或者卖给别人了。我反正觉得这么多双鞋子里面哦，这一双我多希望你说你常穿呢，因为多做运动嘛，你都没有穿到啊。这双是我儿子给我的，可是我都很少运动的。我希望你多穿这双鞋子，多走动，对身体好。OK？好，所以这个应该是放在那个偶尔会穿的。哦，偶尔会穿的就放在这里好。现在到妈妈亚军到你了，来，先分你平时几乎每天要穿的鞋子。妈妈这些是常穿的啊、啊，因为有时候做工嘛，要换来换去。这个 OK， OK， 偶尔会穿的。偶尔。就特别场合，这个有时候穿有一点小哎，我也不知道，啊，小就会不是应该舒服吗？不不舒服了。要看下午或者晚上啊。啊？什么叫下晚上因？为有时候脚比较大跟小哎，真的是这样啊。如果你跟我讲这个地方是一个冬天国家，我可以接受。没有，真的有差的。哪里有这么离谱的？有小真的有差1号吗？小半号啦，脚会长大吗？脚？没有不如讲你吃肥了，吃胖了。好啦，可能啦。这样妈妈算是处理好了，对不对？对，好了，哇，现在是高潮来了。来，常穿的是这双，一双。还有这个，哦，这个 OK， 好，这个也是常穿的哈，我们放这边。哦，都属于比较像是那种布鞋、球鞋类型的哈。啊，还有这双，这样子而已。凯恩，看到吗？的常穿的就这么一点点而已。对，然后现在另外一项就是那个偶尔。偶尔会穿的鞋子。2双而已啊。嗯，这边全部都是可能1年以上都没有穿，甚至忘记的鞋子，对吗？对，不可以这样子浪费钱。那现在怎么办？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始做取舍的部分。但是状况好的鞋子，我们可以筛选出来捐出去。哦，这双我就觉得真的不要送人。对，你看这是滑的，是随时会滑倒的哈，这个就丢掉了哈，妈妈哈。好了，现在女儿的算是处理好了，对不对？是好，现在呢，我们处理妈妈的。OK， 妈妈鞋虽然已经分类了，但是还是有点不太对劲哦，你觉得吗？对，因为那个数量有一点多，需要再筛选多一次。所以这样一眼看过去啊，上班的话这样看啊，1双、2双、3双、4双、5双，我觉得合理。对，平时穿的拖鞋需要2双吗？为什么需要2双呢？1双就好了吗？因为这个比较新，这个比较旧。所以旧的好不好就捐出去， OK，好不好 OK？然后这个呢，凯恩，休闲的，是这些都是休闲的。对1、2、3、4可以，我觉得说休闲合理的还有4双鞋是 OK。 OK，所以这些我们还是可以收起来。好，好了，就这样子了。好了，现在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大扫除啊，这个橱柜的橱啊。OK， 我们随便先拿这边上面的了哈，我拿下来了哈。他那天都忘记这是里面是什么东西来的。啊，这个是帽子的护垫，你看帽子的护垫，就是把那个帽子的壳拆掉了，剩下里面这个要来做什么？这个是新的嘞，这是新的。但是都没有用了吗？那个帽子的壳不在，你拿来做吗？你看没有，你戴给我看，这样啊，这样出门了、也是可以啊。如果你要，但是怕有些人呢从楼上丢东西下来嘛。啊，你确定啊？从今天开始每天这样带出门啊？真的是废话一大堆了。
所以第一步是把物品分成大件的零件或者小件的零件。所以这些算是小吧这些？OK， 算小的放这边小的。我觉得你自己拿最好，没有人敢动你东西，要掉下来敲到我们的头。哎，没有，我觉得你为了安全起见哈，你带着，万一等一下弄伤自己也不好意思了哈啊！你这边带住那，来全部拿出来，然后我们帮你分。啊，这雨衣啊，这是新的，还有这种雨衣， OK， 这些都是一些雨衣哈，哇，你都雨衣来的，哇，又是雨衣也是雨衣。这些贵的鱼来的这些，啊，这些文件来的哈，文件我们要放在另外一个收纳箱。好，放在这里，收纳。好，我们把它放开啊。我是有点疑惑，为什么有那么多电单车拆下的零件？这个你都收啊？这个，他如果现在家里有在架电单车，我明白耶。问题是他没有，他还收这么多年摆在那边阻碍位置。这边是他的一些摆设品，对吧？来，把那些招财包啊这些慢慢。好像这个是以前我母亲她给我的，哦，他为什么送一个这么漂亮的时钟给你？可能我母亲也是嫌占位置。没有占位置，所以她给我。就是你妈妈也是家里很多杂物是吗？所以哎呀，丢一个来这边不要阻碍他的地方啊。对， OK 了，这个我就觉得不可能丢掉的可以保留的。啊，当然是可以保留的。然后还有呢，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时钟是自己买的哈。这个也是好像是我父亲给的这个。哦，真的吗？你是不是常常迟到的？为什么爸爸妈妈都送你一个时钟，告诉你要提醒你不要整天迟到，是不是？老老实实是不是？可能是。是吗？有没有整天迟到的？没有什么整天说损失的。真的吗？对，哎，不过我发现一个小小的一个 surprise， 哎，这个是什么来的？这个我拿出来。这个是我岳父大人给我的，哇，很特别。他这个是灯泡的，来你拿着收音机来的。我的岳父啊，他是放在储藏室，他是不要的。当我看到这个还很美的时候，我就想说，不然我拿回来，放在我家里的电视机橱上面。可是谁知道越放越多，就变成整个被那个东西给全部给顶住了。但是拿回来到现在都没有真正用过。没有，因为没有线，什么都没有，他的东西全部已经不见了，就拿来当成是摆设咯。哎，但是我现在突然想起，我记得刚才 Rayson 有跟我讲说，他给你的设计是可以有点复古的。哎，我觉得这个可以留下来了，看看能不能有什么意外惊喜，把它融入在你的整个家的设计。是啊，可是要我看也要抹干净。当然啦，废话，难道要留这个灰尘吗？不，哎呦，你看那个灰尘是吓人的哎。我们分工合作 ，OK， 你们坐这边，我坐另外一边。我们好好的把它分类以后，我们才来做取舍。对我来讲呢，他们少了一股动力。如果平时肯好好的打扫啊、整理呢，就不会堆积那么多的废物，还有那么厚的灰尘。我们把客厅东西都收出来了，来自己好好的欣赏一下、反省一下。哇，没有搬出来还不懂了，搬出来才看到原来有这么多的东西。好了，凯恩，现在靠你了，教他们怎么取舍。比如说，我看到了很多这个，这个是装在车的手提电话的，哦，这边一看下去有大概1、2、3、4，最少10多20个这边。你需要放那么多个那边做什么？没有，因为有些我买了装在那边，刚刚买的时候好用，可是你用久了它又变得很松，所以这换一直换一直换你的，旧的也没有处理掉，全部都在这边哦。一个新的东西代替了，你旧的就应该马上去处理掉。你已经累积了那么多，有一些蛮贵的，有一些我们就现在正式的取舍，单这一个就好了。有一些比较贵的、比较好的，我们留。可以丢掉。哦，结果因为已经坏了，他说，所以他才换新的。哦，所以确定哦，这些可以拿去回收嘛，对吧？可以吗？这些东西？当然可以啊，塑胶性质可以对吗？可以。好，这边我们当是回收的啊，还有哪些是回收的？所以你在筛选过后，你就很清楚哪一些是你要回收的，哪一些你要留下来。我觉得另外一个重点是，可能他要想很久哎，不懂要不要丢，要不要留的，就是这个头盔。这些头盔对你有特别的意思吗？其实哇，蛮美的哦。这里头盔我也摔过一次电单车，这个是对你特别有意义，最救了。不用紧，也是可以丢的，不用紧。不可以哇，他是你的救命恩人，你把它丢了，这个我反而觉得可以留哎。其他的这个呢，这个有没有意思的？这个很少戴的，这里这个呢？已经戴很多次了，所以它里面的帽子的海绵它已经有点薄掉了。哦，单这3顶，凯恩怎么处理？他讲出他故事了。它可以保留这个就是这一个，然后其他的这2个，
它可能就是已经是不需要了现在的生活，就我们就取舍，因为头盔它其实很大型，所以它蛮占位置的，所以现在就把这一些其他的东西交给你们去做筛选。在取舍的时候，要记得一个原则，就是只保留你现在需要的东西，那些过去使用过的和有一天可能用到的东西，都不应该被保留，不要让多余的杂物占据你的空间。OK， Rayson，你会用怎么样的风格设计他们家？我会用中世纪现代风来设计他们的家。什么是中世纪现代风啊？中世纪现代风是一种复古的设计，可是很多人不能接受太复古的东西，所以我融入了一些现代化的家具。为什么想要给他们这个家庭做这样的设计呢？我在他们的家看到很多复古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主题还蛮适合他。好 ，Rayson，今天我们要找什么家具？今天我们要找的是一张沙发，还有餐椅。这样我们要找什么样的沙发？我们可以考虑到棕褐色的沙发来配搭现在的设计。褐色的，哎，那边很多，过去看看来。坐看这张好吗？哎，你们过来。我觉得这个褐色很特别嘞。对，这张沙发还蛮符合我现在的设计。好，迫不及待坐上去了。迫不及待怎么样啊！，舒服吗？蛮不错啊，这张沙发也蛮符合我自己喜欢的风格。哦，哇，自己的风格，听到没有？哎，而且你随时躺下去都会睡着，对不对？很舒服哦。哇，真的也是可以躺下来可以睡觉的这张。OK，我们去确定拿这张了，好。好。接下来我们要选的是餐椅，我们可以找简约大方的餐椅来配合现在的餐桌。我们分头找找看啊。非常不错。哎，Rayson，看花过来。刚刚我们选的那个沙发的色系跟这个一样，对不对？哎，对，而且它的线条感蛮符合我的设计。老板，坐坐看，怎么样？舒服吗？不错的啊，可以拿来看戏用，也可以拿来吃东西用。既然老板喜欢，那就确定就这张。好 OK，来，想，我们把它搬走。要几张啊4张。 ？OK 了。汉伟大哥，你不是想要带我去捐血纸吗？这里是新加坡视障人士福利促进会的就业中心，你可以把你要捐出去的东西呢放在这2个箱子，或者交给他们负责人。来，汉伟大哥，我很好奇他们怎么样处理我们这些捐出去的鞋子呢？你捐出来的鞋子全部放在这个2手店贩卖了，所有的盈利哦都给他们受惠者，很有意思的。哦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来，到处看看，你看，很特别哦。这衣服他们全部也可以捐出来，如果你有衣服的话，也会捐出来。到时候老婆的鞋子全部可以摆在这边喽。一间家总该有个让家人团聚的地方。这么大的客厅，一直以来都被杂物占据，实在是太浪费了。现在就靠我们的团队重新改造这个客厅，还他们一个舒适自在的生活空间。哎，Rayson，怎么样？现在上了窗帘就好了是吗？快好了，还有什么东西要准备了吗再准备一点点就好了。 ？OK，那我现在把他们带上来哦。好他们已经迫不及待看这个全新的客厅的。好 OK，拜拜，希望你的。
早上好，干花爷嘞！哇，你们这段日子搬去哪里？哇，我搬去我妹妹的家嘞，怎么样？住得开心吗？还可以啦。兴奋吗？兴奋。兴奋哦！兴哎，我也很兴奋嘞！我要带你去新的家，来，跟我来。走。来啊！不可以偷看啊！哎啊，不要偷看，他们决定关眼睛，他们先不要看。来，跟着我，我讲看眼睛，你们看眼睛啊！1、2、3，当当！哇，我差点不认得我们的家了，以为进错门是不是？我以为我姓错家。妈妈呢？根本很不一样哦，完全不一样。啊，OK， Vincent，好好的说一说你给他们设计的风格。这是中世纪现代风，是一种复古的风格，但是我融入了一个现代的感觉。然后颜色方面为什么会这样搭配？颜色方面，我是选择比较柔和一点的，比较 matte finishing 的，它会比较有一点层次感。然后看起来比较舒服，对不对？对而且很搭他的女儿的头发颜色，然后一样的颜色，这样有没有很舒服的感觉哈？来啦，我们好好去看看每个角落，来，你看这边，你看这边，来，过来，看，来，很不一样哈，真的哈。真的很不一样。 OK， 没事，我只是一个小问题哦，为什么这样设计？你不觉得这样子浪费那个位置吗？哦，没有，里面其实有一点储藏的功用。啊，不是吗？哦，有。哦，所以是一物二用，可以坐在上面，也可以把东西储藏在里面，也很好嘞。在设计它的屋子的时候，我看到很多死角，摆设也怎么摆也不能充分的利用到它的空间，所以我把它的死角打成一个圆弧度的形状，然后我拿来做一些储藏的功能会比较实用。原生我很喜欢正面墙的设计，因为之前呢是很多杂物嘛，如果你把它移开的话，基本上是很平的。为什么做出这样的设计呢？我做了一个 3D 的那个设计，所以它看了我比较立体感。而且哦，整个客厅感觉是乾坤大挪移的。对之前电视摆这边嘛，现在摆在这边呢，会习惯吗？我看可能从这个角度看，应该会比较好一点。我看，为什么你觉得比较好呢？因为我之前呢，我放在这边的时候，太阳会直射，会比较麻烦一点。哦，可是现在如果这样的话，至少我是从那边看过来，太阳射的话，也不会射到我的眼不会睛嘛。刺眼嘛，对不对？对 OK， 我们现在好不好？我们移去饭厅那边说一说。可以，来，过来。我觉得一个家除了客厅以外，饭厅是非常重要的，真的，一家大小坐在这边好好有说有笑吃东西，那感觉是很好。你们不会觉得很温馨吗？很感激。然后你为什么会设计一面镜子在这边呢？它可以 reflect 一些 light 到这个饭厅里面。哦，OK， 就让这个饭厅更加亮眼，对不对？对，就很奇怪的，我感觉我像主人，你们像客人，还是来这边看 show flat 的？为什么全部包包了？不要放下来啊！我相信你们现在一定很多个疑问，其中一个疑问就是，我们的客厅能够放东西的柜子在哪里，对吗？好像没有地方放我们的邪气。其实你们错了，在这边开始，从这边到这边呢，都是给你们放东西的。是吗？你开这个橱啊，打开来。哇这个足够给你们放鞋子的。哇，来，这个来，你们来打开来。哇，这么大！很够哦，还有这边哈。还有啊。哦，为什么会做出这样一个橱柜设计其实我要给他们多一点的空间来隐藏他们不好看的东西。 ？OK， 而且哦，它是有厚度的。它原本这个防空壕是外露的嘛，对它做出这样的一个放东西以后，我没有感觉你的客厅变小了，而且它如果全部关起来的话哦，它就像一个墙的感觉，没有说好像很像是储藏东西的感觉，对不对？好，满意吗？满意。够不够放你们的鞋子？够。哇，刚才女儿第一个，哇，很好，可以放很多鞋子，不可以再买多余的鞋子哈。还有这边，你们过来看，还有这边，你看，哇，还有很多哦。哇，还有这边啊，这边，这个我很喜欢这个设计的。为什么这样的一个设计呢？其实复古风有带一点有点圆度的那种设计感，所以我就加入了一些圆形跟弧度来带动它的整体的设计。而且我觉得你这个设计很好，它很多橱柜都是把它全部是隐藏里面，所以很多这些摆设品放里面就没有意思嘛，对不对？但是它给你这样的一个设计呢，
就能够把漂亮的、又好看又有纪念性的，我觉得摆设出来是很漂亮的。我喜欢这个设计，而且呢，我很喜欢瑞森的，他很用心，他把你家人送给你们是古董啊，这咖啡桌还有餐桌呢都保留下来。重点是它保留下来呢，还能够融入这整个客厅的设计的，真的很不错哈。我也是很 surprise 真的，哦，满意吗？很满意。开心吗？很开心。谢谢你，谢谢。他们满意我也开心。哇，现在不止你们一家人哦，一个漂亮的客厅呢。这可怜的鞋子终于都有主物住了哦，对因为以前那么可怜在街上流浪了哦，是不是？我现在要教一些放鞋子的小贴士。哦，OK，如果你鞋子的数量是多过橱可以容纳的那一个容量，我们就可以用一些辅助的工具。它是可以让你这里摆一双鞋子，然后上面再放多一双鞋子，这样子就可以增加鞋柜的容量。所以鞋子你看有布鞋啊、球鞋啦、便装的鞋子啦，还有可能一些工作比较 formal 的鞋子，应该怎么分类？对，就是可以分鞋子的材质跟你用的类型。就比如说上班鞋，你可以放一排，然后你休闲的鞋子你可以放另外一排，这样子的分类。那我们就先从这个休闲鞋子开始吗？对，比较常穿的鞋子，常穿就每天都会穿。常穿好像这些咯。好，这双来，你站中间，让凯恩教你怎么做。有一些人是比较习惯，我要拿了鞋子放下来我再穿。嗯有一些人觉得说他要放比较低的位置，他比较喜欢从这边这样子拿下来。你的习惯是怎么样？哎，他没有习惯。啊我现在不是白问的。我们的鞋都是在地上，我们穿了就对走。他们直接是这样，对要用脚夹来夹去，好像跳芭蕾舞穿了就出门是吧？现在要换新的习惯，我是觉得啦，应该是顺手容易拿的，不用再弯腰再选择对，会比较适合。来，爸爸，你看你伸手的话，就是这两个位置可能最顺手，对吗？就是拿鞋这边或者这边，最多是这边嘛，对吗？对。那我们就从这边开始了，这个应该最常穿的那个鞋子。对好。我没有错，这双应该比较少穿，对吗？还是比较少穿。比较少，就可能应该比较高的地方。比较高哈。对，哎，因为现在好像只是方便爸爸。那如果儿子的话呢？儿子变成是在从这边开始的，就比较低一点，是吗？对，或者是他们可以分成，就比较高的一个顺手的位置，大家就放比较常穿的鞋子。不，我相信你孩子应该会体谅你啦。通常给爸爸方便，多给儿子，年轻人嘛，可以弯上弯下。我觉得这个就留给爸爸吧。儿子的鞋子的话呢，我觉得球鞋我们归类球鞋跟休闲的鞋子，这样好吗？你这样看满意吗？比较美观一点。什么比较美观？根本就是非常美观，好不好？跟你来，我们现在 playback 看以前，跟回来现在一个天一个地，好不好？像这样子空的这两个拿来做什么呢？比较高的位置我们就不放鞋子，因为拿的时候比较有难度。像我们会选择放一些有关鞋子的用品，比如说鞋油啊，这抹鞋的东西。对，抹鞋的东西，装鞋子的袋子啊、盒子等等，这样子放在这边。所以以这个鞋橱为标准，以后你们买的鞋子的数量多过这鞋橱，是时候再检视跟取舍了。我是觉得你做错一样东西了，你看出爸爸讲没有用，等一下跟这两个讲比较有用了哈。哦，说爸爸，你们的鞋子处理好了 ，OK， 我们可以关门了哦，让他们休息了哈 ，OK 哈 ，OK。重点来了，来两母女站中间，啊，你看我们的设计师多么的疼你们呢哈，来。生活这个呢，来打开来给大家看看，很清楚的这样看呢，这边的面积会比这边的来的宽，对，比较长，比较长，就是特地为你们两个设计的。不过我觉得应该是不够的啦，没关系，我们现在是把这些鞋子摆进去，我们再走一步看一步哈。我有点担心呢，尤其是女儿身上这么少，怎么可能那天都有几十双？现在顶多10几20双而已了，准备买新鞋对不对？要添购新鞋对不对？我肯定，我觉得你需要买多一点这个啦。肯定的，不用说了哈。好，凯恩，这样子做对吗？对，妈妈摆放的那一个位置其实是对了，只是说要再调整一下，就是你可以鞋跟鞋之间不要太挤，你拿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就直接拿出来。当你挤在一堆的时候，你抽的时候你会动到旁边的，你就觉得不太方便。
现在当然有距离，鞋子那么少，到时候鞋子多起来的话，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绝对是可以派上用场。为什么？因为他们的鞋子比较扁嘛，所以还可以再摆多一双，比如像这样子，而且就多了一个位置出来了。从女儿摆放鞋子，大家知道比较不太会分类。对你看第二个就好了。对，它就是你可以把同样的类型的鞋子，放在一起，你选择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做决定。我们只要把它关上来，哇，你看那个感觉。之前一堆鞋子进门都，我们还要慢慢过，跟现在鞋子整整齐排列在里面，而且又能够顺利的进去你的客厅。对。我感到特别的满意，特别开心。我相信你们也很满意嘛，对不对？简直是满意透了。是啊，真的吗？现在还有一样东西让人更满意的，就是要摆放你最喜欢的，要摆到哪里呢？我们过去那边来。好了，现在轮到了爸爸的宝贝，就是你的头盔哈。摆到哪里比较理想呢？摆在比较上面、比较大的空间的那个位置。OK。那现在这些是什么？我打开看看，我都忘记。哦，是玻璃的，小兄弟。色皮。哦，这个就是他们跟孩子。我们那时候去香港的时候拍的。小时候那个时候他还没出世吧？那没有，那是我儿子，对吧？这些照片应该摆在哪里比较好？就摆在看得到的地方。那么还有哇，这两个是宝来的，是古董啊？为什么特地收这两个？这个好像我的脸在里面。对了，好了，你开心就好了。OK， 来小心啊，不要打破啊。所以摆设也是有一门学问的。比较珍贵的，我们可以放在看得到的地方，然后比较轻的我们就放在第二排，比较重的我们就放在最后一排。哇，不知不觉呢，把所有厨房该摆放的东西都安排好了，就除了这个，凯恩，这里能够放什么东西呢？这里可以放一些大家共用的日常用品跟一些小零食，因为我注意到他们之前的桌子上有一些可能看戏时候吃的小零食。对，还有那个习惯对吗？对，爱吃对不对？好，我们请小帮手先把它拿过来。哦，就这里啊，就这一堆啊。哎，这个是收纳盒。收纳盒，收纳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来收纳食物的。收纳食物，这个我还没有看过用这种方式来收纳食物，怎么收纳呢？因为我们买食物回来的时候就是比较零散嘛，因为我们可以把同样种类的放在一个盒子里放上去。哦，哎，很好了，整整齐齐耶，是，对吗？就一目了然。是，那但是我看你准备到其中的一些收纳盒子哦，是不是还有其他方法可以收纳这些食物？是，比如说它有很多这种小包的零食，可以是直接是整齐排放在这些盒子里。像这种已经开封的那怎么办呢？也是可以摆在一起吗？开封的就可以放进这个收哦纳盒。我帮你做这个哈，好，这个是放小包的，那大包的那怎么办？可以直接用这种收纳盒。哦，像这种饼干也是啊，比较大的，这边也有对吗？好 ，OK。所以当你这样子摆放的时候，食物就是一目了然，你有多少，然后什么没有了，你就可以检查，然后再去购买这样子。那其他的位置我们拿来放什么比较好？放在客厅大家共用的东西，譬如，比如说一些日常用品，比如说手电筒、小风扇，肯定外出的时候想要用的，或者有一些事情的时候，大家会想要共用的一些东西，就放在这里。收纳不仅仅是把物品摆放整齐，而是一句生活习惯，把物品放在最适合的位置，养成物归原位的好习惯，就不会有收纳的问题。Through the trees and over hills, we found a valley where the sunshine glows. 凯恩教我们的方法真的是很不错，而且我们也懂得说，改次也不要乱买东西，把这个家也弄乱了。我觉得现在客厅给我焕然一新的感觉。我以前很懒惰收拾客厅，连它现在有很多收纳的空间，我再也不会把客厅弄乱了。 This place you finally
feels like home. 之前他们的家呢，该放鞋子的地方没有， Finally feels like home. 该一家人坐在吃饭的地方也没有，一家人坐在客厅看电视的地方也没有，现在什么都有了，这才叫做家。 One day we'll both have rocking chairs. We'll take our sweet time getting there. Raise a great big family, live every day with laughter in the air. All the love and memories that these walls can hold. This place, it finally feels like home.